先问3个问题。第一，美国的亚洲盟友突然带着4大财阀连夜飞北京，签了47份合作文件，签字签到手软，你敢信吗？第二，美国的北美铁杆小弟紧接着就带着整个内阁访华，180度反转拥抱中国，还说跟中国的关系更靠谱，你敢信吗？第三，这2个美国盟友接连反水，背后居然是美国资本默许的，你敢信吗？今天这条视频绝对是近期国际新闻的王炸。就在上周，全球格局彻底变天。先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带着三星、现代、SK、LG 4大财阀掌门人，还有161家企业、400多人的超级经济使团访华，4天时间，从科技创新到生态环境，从消费贸易到机器人产业，全方位绑定中国。临走前不仅驳斥中方介入韩国选举的谣言，还主动求助大熊猫，把中韩关系直接拉满。重点来了，这边韩国的热度还没下去，那边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带着19位内阁部长杀到了北京，开启了10年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之旅。直言这10年世界天翻地覆，唯有跟中国的伙伴关系才能应对新国际秩序。转头就宣布取消中国电动车100%的额外关税，每年允许4.9万辆进口，5年后还要涨到7万辆。更狠的是，英国首相、德国总理已经排着队要访华，美国的盟友们一个个背着美国找中国合作，这波操作直接把美国给干懵了。今天咱们就扒透这背后的门道，看看这美国资本的惊天算计，还有中国这步棋到底有多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其实咱们很多家人看国际新闻都有3个共同的痛点，我敢说90%的人都中过招。第一个痛点，太复杂，听不懂，一堆专业名词，什么本币互换、最惠国税率、谅解备忘录，听着就犯困，越听越懵。第二个痛点，太表面，看不透，只知道谁跟谁好，谁跟谁闹，只看到新闻里的表态，却看不到背后的利益算计，总被表象带偏。第3个痛点，太遥远，不关心，觉得这些国际大事跟咱们普通人的柴米油盐没半毛钱关系，看了也白看，不如刷个短视频乐呵一下。但我想告诉大家，英国前首相哈麦斯顿说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这话确实有道理，但中国国学的论述比他早了几千年，还更精辟。管子书言里说，利之所在，虽千仞之山，无所不上；生源之下，无所不入焉。意思就是利益所在的地方，就算是千丈高山也有人敢爬，就算是万丈深渊也有人敢跳。韩国带着财阀来华签单，加拿大180度反转拥抱中国，本质上都是一场利益驱动的大戏，跟感情立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个段子，简直就是美国跟盟友之间的真实写照。说有个大哥天天欺负自己小弟们，抢他们的钱，占他们的地儿，还逼着小弟们跟自己一起打架。有一天大哥又逼着小弟们交钱，不然就揍他们。就在小弟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实力强还讲道理的大哥，不仅不欺负他们，还带着他们挣钱。小弟们当场就懵了，然后纷纷倒戈。早知道有这样的大哥，谁还跟那个恶霸混？家人们，美国就是这个恶霸大哥，韩国、加拿大就是那些小弟儿，而咱们中国就是那个讲道理带挣钱的新伙伴。这剧情熟不熟？典型的好莱坞模板。搞半天好莱坞多年来那个反派演的都是美国呀。咱们再往深的说，第3个痛点跟我没关系，其实最误导人的，中韩中加签的这些协议不仅影响全球格局，还直接关系咱们的钱包、咱们的生活，甚至关系到咱们以后买电动车、吃海鲜、逛超市的价格。我给大家举2个实实在在的例子。第一个，加拿大取消中国电动车100%的关税，以后咱们的比亚迪、蔚来在加拿大价格直接腰斩，中国的车企能挣钱，技术研发就更有动力。咱们普通人买电动车，以后说不定还能再便宜几千块钱。第2个例子，中韩达成协议，阿里巴巴每年要通过平台卖出48亿元的韩国商品，还有韩国的机器人、未来的出行技术都要跟中国合作。以后咱们逛淘宝、天猫能买到更多便宜又好用的韩国商品，咱们的科技企业也能学到更多先进技术，带动咱们自己的产业发展。所以你看，国际大事从来都不遥远，
每一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最终都会落到咱们普通人的柴米油盐上，落到咱们的钱包里。话说回来，家人们，你们知道韩国、加拿大被美国控制的有多惨吗？先说加拿大，虽然是主权国家，但经济命脉全被美国资本拿捏。美国跨国公司控制了加拿大70%以上的油气资源，80%以上的矿产资源，就连加拿大人盖房子想用自己国家的木材，都得跟美国公司买，价格还比美国本土贵1倍。之前加拿大不敢跟中国走近，就因为美国资本压着，一旦合作，美国就会撤资打压。再说韩国思密达，长期以来，美国在韩国驻军，控制韩国军事跟外交，韩国的很多产业都得看美国的脸色。之前韩国想跟中国合作，美国就从中作梗，逼着韩国选边站。但现在呢，美国的做法越来越过分，特朗普搞贸易战，加征关税，让韩国企业损失惨重，还空袭委内瑞拉，强制绑架马杜罗，让韩国看到了美国的霸道跟危险。韩国、加拿大终于明白，跟着美国混只会被薅羊毛当炮灰，只有跟中国合作才能挣到钱，有安全感。这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手里拿着关税这个玩具，谁不听话就砸谁，谁反对就罚谁。结果砸着砸着，发现身边的小朋友都被他砸跑，都去找别的小朋友玩，自己反倒成了孤家寡人。这美国资本一看再这么玩下去家底都要被特朗普败光，再跟着他一条道走到黑迟早得玩完。所以赶紧默许韩国、加拿大跟中国搞好关系，算是两头下注。万一特朗普真把天给作破了，美国资本还能靠中国市场活下去。这波操作简直是老狐狸的算计，比特朗普的小聪明要高明多了。所以家人们，咱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。韩国、加拿大接连反水拥抱中国，表面上是被特朗普逼的，是受不了美国的欺负，但本质上是美国资本的默许跟自救，核心是全球利益的重新分配。这不是韩国、加拿大背叛美国，而是美国资本抛弃特朗普，是资本在为自己寻找退路。咱们千万别以为韩国、加拿大从此就能跟中国铁到底。西方的选举制度注定了4年一个变数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根廷的米莱，上台前天天骂中国，说要跟中国断交，结果上台后呢，为了给中国出口农产品，3天修改一次法律，还天天喊着要访华。韩国、加拿大也是一样，现在李在明、卡尼主张对华友好，但下一次选举保守派要上台，说不定又会跟着美国反华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。这就是西方民主的致命痛点，政客只对选举负责，不对国家长远利益负责，只对选票负责，不对人民负责。面对这种4年换一批、4年变一次脸的局面，中国的应对策略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。《论语宪问》里说：“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意思是说别人对你不好，你就用公正的态度对待他，不卑不亢，不卑躬屈膝，也不咄咄逼人。别人对你好呢，你就用恩德回报他，真诚对待，互利共赢。中国的外交策略就是这句话的完美践行。之前韩国、加拿大跟着美国反华，给我们穿小鞋，我们就对等反制，提高关税，限制进口。现在他们主动示好，带着诚意来签协议，我们就敞开大门，欢迎合作，给他们市场，给他们投资。反观美国呢，搞的是以怨报德，盟友帮他，他就薅盟友的羊毛；别人尊重他，他就欺负别人；别人不服他，他就搞制裁威胁。这种做法根本就不符合大国之道。道德经曰：“大邦者下流，天下之阿，天下之交也。阿常以敬慎度，以敬为下。”意思是啥？大国应该像江河的下游一样，容纳百川，包容万物，以柔克刚，以静制动，而不是到处逞强，到处称霸。中国现在做法就是以柔克刚，用合作代替对抗，用共赢代替零和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智慧。还有人说韩国、加拿大跟中国合作就是想利用中国，这种说法也很片面。国家之间的合作本来就是互利共赢，你利用我，我也利用你，只要不损害彼此的利益就是最好的合作。就像咱们跟朋友合伙做生意，你挣你的钱，我挣我的钱，大家都不吃亏，何乐而不为？总比跟着美国被薅羊毛当炮灰强吧。以前有个朋友天天羡慕美国的自由，花光积蓄移民去美国，结果呢，刚下飞机钱包就被抢了，生病去医院花光了所有的钱，最后流落街头。他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，哭着说：“我终于明白了，美国的自由是饿肚子的自由，是被抢劫的自由。
所以啊，家人们，别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，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，看清国际格局的本质，比啥都强。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，从韩国总统率财阀访华，到加拿大总理反转拥抱中国，从美国资本的惊天算计到中国的国学智慧，总结一下就是3个核心观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第一，韩国、加拿大接连反水，不是感情用事，而是利益驱动，背后是美国资本的默许跟自救，是全球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。第二，美国的霸权主义正在走向衰落，失道者寡助，中国的合作共赢理念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，这是历史的趋势，谁也无法阻挡。第三，面对复杂的国际格局面对西方政客的反复无常，只需记住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，守住底线，互利共赢才是长久之道。同志们，今天的内容就聊到这儿了，核心就3个词儿：利益、格局、智慧。韩国、加拿大的反水从来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利益驱动下的必然选择。美国霸权的衰落不是偶然，而是失道者寡助的历史规律。中国的应对不是被动接招，而是以直报怨、以德报德的东方智慧。这个世界正在变天，旧的秩序正在崩塌，新的秩序正在建立。中国不再是旁观者、追随者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、引领者。我们不用再羡慕西方的月亮，因为中国的太阳正在照亮整个世界。